好，各位朋友好，我是豆买买，暑假愉快啊！那这两天呢，参加了蔚来 ES8的驾驶活动，那有全新的 ES8，有老款的 ES8，活动呢做的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呢，我拍一期视频来仔细聊一聊吧。我买的那台呢，差不多下周就能提车了。照例呢，提车之后呢，我会慢慢的拍摄一些长期的用车的一些视频。那也许呢，蔚来觉得上一次在厦门做的媒体试驾呢，驾驶环节做的太少了，所以呢，这一次他们特地又单独搞了个关于加工的活动。那现场呢，把 ES8的底盘也给拿过来了。那蔚来的底盘件呢，你可以看到它所谓银色的部分啊，那基本上呢都是铝，不存在说什么把一个铸铁然后特意刷成个银色去冒充铝这样 low 逼的做法。有网友呢甚至开玩笑说 ES8 的底盘除了螺丝是铁的，其他地方呢都是铝的。蔚来的用料可见一斑。蔚来的工程师们仔细分享了 ES8 的好悬架、好的舒适性，他们是如何做到的。那硬件好呢只是第一步啊，其实呢需要大量选品、大量详细细腻的调教。比如说 CDC 减震器里面的阀系，他们在步长 0.05 毫米的尺度里不停的去抠，细细的把这个车给它调整好。像这样的例子呢，蔚来的工程师们在 PPT 上展示了非常细节的一张图。你可以看到啊，这样的一张图片摆出去，那一定不会有一些企业给自己的底盘命名一个好听的名字那样好传播。但是蔚来这公司就是这样，它做得好，它不会吹，你知道吧？那我甚至建议他们说，你看你的底盘做得比别人好多了，对不对？你就不能叫个什么阿拉丁底盘嘛，对吧？毕竟阿拉丁有魔毯啊，是不是啊？希望迪士尼的法务部、宇宙最强法务部不要找我哈。最终呢 ，ES8 的底盘表现是什么样？我想大家直接看官方的这个视频啊，你就能看出蔚来所追寻的目标是什么了。当遇到连续颠簸路面 ，CDC 动态悬架阻尼控制系统与智能双腔空气悬架相互配合，空气悬架充分隔绝路面冲击 ，CDC 适时调整阻尼大小，让车轮紧贴地面，连续颠簸路面也能舒适平稳。现场呢，蔚来还摆了一个阵仗，有宝马的 X7，有保时捷的卡宴这样的对标车型来同台竞技。你能看到呢，这几台车其实都不是硬核的越野车，但是面对交叉轴啊、滚轴路这些轻量级的越野路面 ，ES8 的电子限滑呢，不管是响应时间还是实际的制动效率，跟这些百万级的油车已经是同一个水平。甚至说在某些场景中，你能看到 ES8 在面对打滑的时候，明显电子限滑的速度比另外两款车的速度要快嘛，对吧？所以就是对于轻量级的越野，哪怕像 ES8 这样你看起来很行政、很家庭的车，也可以是走一走的啊。当然还要再提醒一句啊，就是这种轻量级的越野跟硬核的越野车，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品类，它们的轮胎、它们的底盘架构什么的区别非常大，千万不要拿 ES8 去这种极限性质的越野，那得不偿失。一般来说呢，车企面对不再销售的车型呢，你是不会在官方活动上去看到的。但蔚来这一次就不一样了，全新 ES8 的后面就放着一排上一代的 ES8，他们搞的就是这么凶啊！蔚来呢，预计在今年的8月31号将会给所有空气悬架的蔚来老款车型，包括 ES6 啊、ES8 呀。同样推送一版悬架的 FOTA。那来都来了，那聊一聊这个老款 ES8 悬架的一点小故事呗。时间回到了2017年12月16日，在北京第一届 New Day， 那天是真的冷啊。蔚来发布了 ES8当时呢是国产车可能是价格最贵的一台了吧，标配了空气悬架，而且当时说这空气悬架呀，包括车身的底盘件啊，都用了一些大厂的产品啊，比如说采埃孚啊、大陆这样的供应商，这给当时还在开特斯拉 Model S 的我来了一点小小的震撼啊。加上蔚来在当天演示的无人自动把车倒进去换电，这种东西简直是惊为天人啊！我立刻就下决心去买了一台，这也是我买的第一台国产车。此前你让我去买汽车的话，我肯定不会买国产的。我想说，认知呢是会提升的，做得好的国产车一定会把这个销量给它做起来的。那2018年呢，蔚来 ES8 的交付量是11348辆，就有我的一台。我回家之后呢，其实非常满意啊，迅速冷落了特斯拉 Model S， 对吧？短途长途其实我都开，然后空悬的表现呢，其实在当年那个时代，我大部分场景下我也是满意的。从交付开始呢，蔚来的社区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大家开始对这台车、对这家企业提出了方方面面的建议跟要求，蔚来呢也都悉数的听取了。这些建议呢，当然有包括空气悬架的部分啊，你会发现大家对空气悬架要求极高。当时对比的车型包括不限于什么宝马的X5啊、奔驰的那个 GLS 啊、宾利的天越之类的东西啊。对，因为当时第一批老车主，他们很多有的人也都开这些车的嘛，所以这个对比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那慢慢的呢，蔚来也开始在产品技术上积累一些 know how， 开始试图对这个底盘进行一些调节。2019年的时候我记得吧，传说中的张工牛逼也入职了，因为我俩住得很近嘛。我记得有好几次在晚上下班之后张工还借着我的那台 ES8 去把它开出去，然后反复的去
琢磨跟评价。那终于呢，在2020年的4月30号，蔚来对底盘进行了第一次的 FOTA， 这也是新能源车企中少数有这个能力最早进行底盘 FOTA 的吧。比今天一些品牌说自己所谓最早也就早了3年多吧。那次 FOTA 之后呢，蔚来社区其实受到了很多好评啊。怎么说呢？大家第一次有了一种车焕然一新，开起来都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然而呢，在某些场景中，你觉得表现很好的悬架呢，会慢慢的出现一些劣化，那俗称就是薛定谔的空悬啊。再加上呢，悬架每个人的感知会有所不同，比如说我喜欢的一些调节呢，不一定你也喜欢。而蔚来车主们呢，又是新能源车主中可能最挑剔的一批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建议。所以呢，在此后长达4年的时间里，不管是为了去解决这个薛定谔的问题，还是为了提升性能，那蔚来一直在优化这个悬架。那这时候呢，用一线供应商的产品的缺点也开始出现了，因为呢，一线供应商都是很大的品牌，很几十年悠久历史的品牌，对吧？他们不太愿意开放底层代码给蔚来去调，那俗称的这就是一个黑盒子啊。黑盒子这个事情在车企中非常常见啊。那即使到今天也有大量的车企啊，不一定是造车新势力，哪怕是老牌车厂也会面对一些黑盒子的问题啊。车企呢能参与的环节其实很少，往往呢都是车企去提需求，然后供应商他们去反馈，反馈完之后再来一轮调整，再发布。那显然呢，这样的这个速度已经无法适应蔚来这种高强度、高节奏去研发的企业了。所以你能看到，从那个时刻开始，蔚来的研发成本开始逐渐往上走，很多东西蔚来开始追求所谓的自研啊。那其实就是因为传说中斌哥也为了这个事儿去跟供应商开了很多次会，但是供应商对这种东西的开放程度仍然很缓慢啊。那时间到了2022年的3月28号，蔚来 NTQ 平台的首款车 ET7 开始交车了。那除了激光雷达、4颗 Orin X 的超强算力，从这一台车开始，蔚来自研了自己底盘的控制器 ICC。那个这个 ICC 呢，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汽车底盘驾驶的一个大脑吧，包括什么减震器啊、空气弹簧呀、刹车呀、驻车啊这些东西，全部都归这个 ICC 管。然后这个 ICC 的每一行代码都是蔚来自己写的，就是俗称的是白盒子。然后呢，这些很多的硬件集成啊，也是蔚来自己去研发的，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所以举个例子，就是如果 NT1 像老的 ES8 这样的车型改一次悬架和 FOTA 的话，可能要8到10个月。那 NT2 车型，大家包括 ET7 在内吧，你会发现他们发布悬架 FOTA 的速度差不多2个月左右就有一次大的迭代啊。那更不要提，因为所有东西都是自研之后，蔚来还创造性的搞出了 RSS 舒适刹停这种东西啊，比很多厂商要早，而且也比很多厂商他们做出来的那种舒适刹停，它能使用的范围要更加广泛。所以你能看到，在 ET7 之后，包括后面全新的 ES8，大家对于车的行驶质感、底盘满意度是一个我觉得直线型的一种上升啊。这个呢，就是强大的研发加用户不停的反馈，这样高速迭代的一种能力啊。不管是 ET7 还是 ES8，你去跟同价格甚至贵1倍、贵2倍的燃油车去比 ，ET7 呢，你可以去跟宝马的740去比一比 ，ES8 呢，也可以去跟宝马的 X7啊、奔驰的 GLS， 甚至说揽胜，我觉得都可以去站一站的。在城市道路，在高速环线。在非这种硬派越野的路面上，我觉得 ES8 的表现绝对是可以拿得出手，可以去战的。那回过头来呢，蔚来已经掌握了底盘控制器的研发能力，哪怕你是一线大厂呢，在蔚来面前，你再藏着掖着这种长期的拉锯，可能显着底气也会下降一点吧。那 NT1 的平台呢，蔚来也逐渐找到了一些调教方法，其中的细节呢，恐怕我们就无从知晓了。但是呢，在你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你的谈判会比较艰难。当你有了一定的能力之后，很多事情会变得一些简单吧，似乎也符合一些逻辑，是不是？那蔚来呢，于是将在2023年的8月31号对全体有空气弹簧的 NT1 车主推送全新的悬架软件。这个软件呢，我今天开了。那实话说，我很久没有开 NT1 的车了，就开上去的时候，我对那个转向机我都一眼上去都有点陌生的。但是对于车整个侧倾、横向摆动、多余的颤抖改善确实非常大哦。尤其这种车在舒适模式下的那种慵懒的那种状态，运动模式下整个车身那种紧绷的状态，快速变道时候车身整个支持的能力，过烂路的时候前后轴的这种平衡都有很大的进步。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今天来看，你跟新款的 ES8 双腔空王这种东西比，可能会差一点，但是你开起来确实会觉得，这个车的悬挂真好啊！尤其是像我这种1年多将近2年时间没有再开过的时候，我再去一开，这种东西特别好。所以呢，8月31号之后，我建议大家去升级啊。那 S 本的用户他们的版本号是3.4.5 吧，然后 Order 用户也是可以去升级的。就总之，蔚来把老款车型有空气悬架的又做了一次底盘悬架的迭代这一次在现场的活动中，还特意把这个事情也强调了一下，我觉得这个还体现出蔚来跟别人的不同啊。
很多人是有误解的，认为车企做 OTA 就等于这台车不成熟，对吧？且不说呢，到2023年了，那个传统车企呢也逐渐掌握了 OTA 的能力，对吧？并且还是开始努力给用户 OTA 了，只不过有时候他们的 OTA 要回 4S 店而已，对吧？那软件定义汽车其实越来越重要了，大众呢甚至因为自己的软件开发实力有限，都开始找新势力、找小鹏去买一些技术了。那 OTA 呢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提升，车的使用周期是很长的，可能是5年，可能是10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过去你买一台车就是一锤子买卖，好就是好，不好你也得认，当前的状态伴随你卖车的终身。但是智能电动车之后，随着厂商对车的控制能力的提升，车可以逐渐有买的时候并没有的功能了，已经有的功能他们也可以优化出更好的体验了。有人会说一步到位不 OTA 不好吗？当然呢，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目标。那实际上社会是发展的，人们的需求是变化的，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每天都在变化。你手机里面一个设置的图标，一个小齿轮10年以来，对吧？你去看一看，都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停的改变。你指望车机功能这么复杂的东西一点都不变就能应付你复杂而又日益增长的需求吗？那不可能的。你让一台燃油车你去做6路行车记录仪，去淘汰掉这种外挂的物理记录仪，再也不用去布线，他们都看不懂你怎么做，对吧？你让燃油车去做一个守卫模式，远程还能看并且远程在手机上看的时候还能自动给人像、给车牌打码，符合法规的要求。这种东西你让传统车去做，你要他们的老命了。像蔚来就能通过 OTA 给你把这个功能给搞出来。那回到 OTA 只不过呢，有的车企的 OTA 的能力差一些，做的功能会少一些；有的企业呢，对这个车长期的支持也会少一些。毕竟车已经卖好了，钱已经赚好了，还管你干什么呢？但是在别的厂商也许是这样，在未来就不一样。你看2017年发布的第一代 ES8，今年已经是2023年了，他们未来还在努力的给这个车做 OTA。这真的是有一点傻，也有一点可爱，也有一点真诚了吧？那未来呢这么做其实是需要一些决心，需要一些研发能力，也需要钱的。那车主呢在这家公司的地位其实很高，而且呢你买车那一天高也就算了，用车的整个生命周期其实都很高。很多外人会觉得什么未来的车主为什么满意度这么高？他们是不是被洗了脑？为什么买了一台未来之后还要买第2台、买第3台、买更多的未来？其实当你真正迈出那一步，成为未来车主的时候，这些在广告上在宣传上你很难理解去体会上的东西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价值观的这种渗透，就像交朋友有的人呢就是相处的越久越欣赏，有的人呢你看明白之后就赶紧远离了。那蔚来呢显然就是那种相处的越久，这个跟这个公司的联系越紧密，车你也愿意越买越多的一个品牌。好吧，那这一次呢，通过这个新款 ES8 的一个试驾，外加老款 ES8 一个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大、比较厉害的一次悬架 OTA 了，其实也能看出这家公司的一些特性了，好吧？那好了，这个是本期短买买的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到买买在头条、B 站、微博、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